大家好，我是坤侯。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12长生的衰位。那这个衰位呢，它的核心解释有4个。第一个呢，就是做事情容易消极懈怠，容易非常缓慢，比较拖沓。第二点呢，就是容易半途而废啊。第三点呢，就是变易行事，就专门挑容易的去做，害怕难度太大的事情。第4点呢，就是比起成功，会更加容易先思考到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就会有这种的一些情况。但是呢，这个衰地你说是好是坏呢？它还分阴阳两干。我们现在看下面的案例啊，比如说案例1，我们可以看见丁火日元在龙年生。辰土就是丁火日元的衰地，那丁火日元是阴干，那阴干的衰地呢，就可以说就是叫真衰地，因为本来阴干的人做事情就比较拖沓，就比较负面不像阳干的人做事情来的这么的激情四射，这么的充满热情。那当阴干碰见这个衰地的时候呢，它表现的这种特性会更加明显一些，而且在年柱呢，比如说这个人可能就在整个童年期间都感觉这个人好像挺丧气的，挺衰地的，做什么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年柱也代表着一个人成人之后的工作单位嘛。那这个人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在任何单位去干活的时候都是一种垂头丧气没精打采的这个样子。那可能就会导致这个人的运气各个方面就不尽如人意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阳干却是一种例外的情况。我们看同样是这一年的，如果是他是甲木日元出生，他碰到辰土，他其实也是属于衰地。但是呢，这种阳干的人，他本身就是那种激情活力四射的这个样子，就是本来就是很冲动，能力很十足的。如果说这种阳干的人，你再给他来个什么灵官地旺位他很有可能就是做事情大大咧咧的敢冲敢闯，但是有时候呢会做错很多的事情，会让自己蒙受更多的损失。就是他的能量已经太旺了。那当阳干碰见衰地的时候呢，就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就是他性格开始有点收敛了，他能量还是很足的，但是呢有所收敛。那他阳干的人呢，总是喜欢挑战那种远远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那可能反而会很容易失败。他有这个能力去做，但是这个东西远远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虽然说他自己能力还是很强的，但他做不了。但是如果碰见衰地的话，是不是他就会稍微的那么现实一点点，就不会那么的夸张，就把自己的目标放得近一点然后去做，然后呢自己还是很有能力的，那他就能够轻而易举的成功。而且阳干嘛，做事情很毛躁做事情就不喜欢拖沓。但是呢，正因为他毛躁不拖沓，而且很快，很有可能有些事情是要慢工出细活的。他这样去用毛躁的性格一做就失败了。但是当阳干碰见衰地的时候，是不是就稍微会慢上一点点？那可能就慢这么一下，他就把事情做到了，就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所以说这个衰地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位置，我们要分阴阳两干的。比如说像同样是这个如果说这个丙火日元，他是阳干，他在未土这个地方他衰地，他可能就会过得很好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同理如果说是这个辛金日元，对吧辛金日元在申是地旺位，那到了未土这个地方它也是衰位，那可能它就是真衰了。同样是未土它同时是丙火日元和辛金日元的衰地，但是对于丙火日元呢，是恰到好处可以发挥丙火更加好特性的一个位置，但是呢它却成为辛金的真衰地。所以说像辛未日柱的，一般来说就是总是给人一种无精打采的这种样子，它就是衰地的一个解释。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具体去看但是能不能就用一个衰地来去解释这个八字里面的这样一个特性呢？也不行，我们得全面结合来看才是可以的。这个只是一个单一知识点，方便大家
从单一知识点里面学到一些信息，但是你评判八字的时候呢，一定是8个字综合的来分析。好，希望今天的课程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咱们下节课再见。